某天，异世界召唤的门毫无征兆地打开，被吞噬的世界遭到重组，迷雾结节就此展开。要在这个与异世界生物共存的城市生活得格外小心，一不留神就会被找茬。本就是打黑工的地方，刚发的工资还可能会被偷走，要和行色匆匆的人们交流，更是难如登天。雷欧来到这个城市3周，就悟了想要活下去，就得做个平凡人。他坐在餐馆里，享受着免费续费的热咖啡。作为实习记者的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相机，里面保存着自己跟妹妹的照片。结果一不留神，相机就被音速员给偷走了。他尖叫一声就追了出去，意外碰见了抢劫案，被炸弹轰飞后就吃了一脚。而给这一脚的帅哥，正好就是雷欧要找的人——秘密结社莱巴拉的成员扎普。这是一个为了世界平衡而在暗地里活跃的超人秘密结社，一旦有他们确凿的消息，就能在黑市里卖出1元高价。秘密建设的成员每天就得跟这些棘手的家伙们活出命运的奋斗。要是雷欧拖了后腿，他们就将雷欧送走。雷欧有必须来到这里的理由，有需要发掘的真相。他跟着扎普一路来到了秘密结社的本部，见到了老大克劳斯以及成员之一的黄。听到老大欢迎的新人叫做乔尼时，黄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因为乔尼才刚刚寄了。众人看了一眼照片，才发现认错人了。雷欧立刻吐下座，请求他们的原谅，也表明了自己想要调查的东西只有身处在黑暗世界的他们会知道，所以才会选择撒谎。电视机在这时候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支配着整座都市的怪人之一堕落王菲姆托出现在镜头前。他怪市民们让他觉得太无聊了，于是擅自开始玩起了游戏，而游戏的起点正是本部。话音刚落，本部就被直接切了一刀。伴随着爆炸的声音，菲姆托告诉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们，游戏已经开始了。规则很简单，找出与强盗相匹配的闸门，抢在魔神之前破坏掉它就行。要是魔神先找到了闸门，那后果简直是想都不敢想。扎普气急败坏地揪起了雷欧的衣领，以为他是堕落王派来的奸细。雷欧直呼冤枉，黄也劝他冷静，毕竟克劳斯刚才保护了雷欧，问题不是出在他身上，而是出在那只小猴子身上。克劳斯发现了雷欧异于常人的点，就是他的视力。刚才的攻击，就连扎普都是费了老大劲儿才瞥到了一点，雷欧却一眼就看到了。他决定静下心来听听雷欧的理由。雷欧告诉他，大概半年前，他和妹妹米修拉一起来到了交界都市。妹妹因为天生患有足疾，所以他们一家来到了这里。他按下快门后不久，巨大的神出现在他眼前，让他立刻做出选择。只有看得到的人才能拥有视力。巨大的恐惧让他僵在了原地。妹妹为了保护他，便和对方做了交易，牺牲了自己的视力。为了妹妹的视力恢复，他四处奔走，来到了这个地方。话音未落，特殊部队就已经来到了大楼上空。看样子，这个黑锅要由他们来背了。时间部的人，克劳斯接纳了雷欧，和他做了一笔交易。雷欧是破局的关键，他让雷欧协助他们，同样的，他们也会协助雷欧达成目的。他告诉雷欧，他并不是一个胆小鬼，毕竟他还没有放弃，而是站在了这个地方。只要他还想着迎接光芒踏出一步，人类的灵魂便没有真正宣告失败。说完，克劳斯便走到了敌人面前，使出了他的布雷格利德流血斗术11式回旋式连突，一击就将敌人给击溃了。接下来就轮到雷欧他们登场了。扎普骑着小电驴带着雷欧往前跑，跑到一半，猴子正好绕回来释放了攻击，大桥瞬间就倒塌了。雷欧仔细一看，发现这里也是自己常来的餐厅。店员小姐薇薇安被压在了废墟之下，薇薇安让他赶紧离开。雷欧自然不会听话，他也得救他呢。下一秒，怪物已经袭来，好在扎普救了他一条狗命。他告诉雷欧，要在下一次闸门开启前就解决掉对方。说完就召唤出了自己的武器焰丸，他是负责去对付怪物，雷欧去解决猴子。在扎普的掩护下，他跑到了小猴子面前，将枪口对准了他。他要用自己的双眼去洞悉，果然被他找到了怪物的真身，并非猴子，而是他身上的跳蚤。杀死跳蚤以后就无忧了。看到他的举动，堕落王气得抓狂，他的剧本就这样被破坏了。这少年居然不想杀生，所以没有杀生，简直太普通了。在这个罪恶都市就是个神经病。就这样，拥有神之眼的雷欧作为普通人加入了秘密结社莱普拉。雷欧来到这座城市已经接近1个月了，每天都会看到总部里上演各种谋杀 BOSS 的闹剧。今天的扎普依然以失败告终，还被黄给踩了一脚。这个世界真的是靠这种组织来拯救的吗？别的不说，组织的实力是真的强，光是新加入的雷欧能力都不容小觑。神之一眼，获得此眼之人可以通晓过去，明察未来，在异界被称为至高无上的艺术品。一旦被他们发现，就会有贪得无厌之徒来争夺。冒着这样的危险，克劳斯还是将雷欧留了下来。平常雷欧就在都市里以披萨外卖员的身份活动，但免不了被扎普的老六欺负，抢了人家的披萨还不给钱不说，还光着膀子带他进了银帕公寓内部。四周的美女
娃娃给孩子看得面红耳赤的。没人知道为了白嫖披萨，扎普有多卖力，纯纯的欺负小孩吗？这不是。扎普有着和克劳斯一样自由操纵变化血液的能力，因为流派不同，效果也有所差异。小店里骑到一半，雷欧一个急刹，不对劲，那边的洗衣店卡车特别不对劲。在普通人看来，这只是一个卡车，但是雷欧所看到的是一只巨大的怪物，并且那个怪物已经发觉雷欧在看他了，吓得他立刻拉紧油门开润。扎普顺手联系了黄，让他帮忙追踪，怀疑那群怪物应该是使用了高级的幻术，偷偷进行龌龊勾当。说话间，怪物已经追了过来，为了防止雷欧暴露他们的生财之道，怪物决定直接将他活活捉回去做研究。扎普摔了个半死，在他被抓走前，将自己的血涂在了他的衣服上。他已经尽力了，接下来就得靠黄的鼻子了。结果黄一个不留神，对方就偷偷换车型跟丢了，连狼人的眼睛都能瞒过去，却瞒不过雷欧。众人更加肯定了雷欧的实力，必定也不会放过这群怪物。被怪物抓到内部的雷欧看到了一旁排排站着的人们，这些人都被怪物抓来当做食物了。按照合约，吃人是违法的，所以他们才会特意用幻术伪装做交易。发现雷欧的眼睛是神之一眼后，碰个头觉得自己赚大发了，也不知道车子开了多久。等到雷欧再次睁眼时，发现周围的浓雾厚重到他有些看不清了，这得想办法通知克劳斯他们才行。这么一想，雷欧又觉得自己太窝囊了，老是依赖别人，他得靠自己的力量想点办法才行。思来想去，他崩溃了，自己压根没有必杀技，除了眼神好点还有什么用？与此同时，医院的医生也崩溃了，这患者的血输得好好的，怎么血都没了？沉睡的扎普用自己的血连接了雷欧的位置。史蒂芬告诉黄，等他醒来点燃线之后，就需要黄登场去追踪，之后他们会朝着黄 GPS 信号通过最短距离冲过去帮忙。雷欧在思来想去以后忽然醒悟了，自己可以用眼睛来共享画面呀。于是怪物便看到了眼前搔首弄姿的小猴子索尼克。气急败坏的他们决定掐死雷欧，夺走他的眼睛。没想到这一逼给雷欧整觉醒了，所有人的眼睛都共享了他的画面。车子直接在大马路上侧翻，同时扎普也点燃了血丝。管家基叔载着众人风驰电掣赶到了现场。布莱拉的众人和怪物展开了一番决斗，在实力面前，这群怪物根本一文不值。最终他们找到了19名失踪者，逮捕了3名违反协定的怪物跟一台机体。就结果来看是很不错的，坏处也顺利的大败于天下。不过雷欧被包成了木乃伊，只有雷欧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对于照顾雷欧的提议，扎普明面上是拒绝的，克劳斯就以为他真拒绝了。看来作为豹子的克劳斯有时候也不是很会洞察人心吧，毕竟某些人就是口嫌体直。不过请你容许雷欧说一句，把披萨钱还给我，病好以后再观察2-3天，雷欧就可以出院了。在医院的花园里闲逛时，他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小森林，往里面走是一片开阔的墓地。医院里面修墓地，搁谁看了不说一句晦气，所以这个地方平时是很少有人来的，除了这名金发的幽灵少女小白。听她自称幽灵，雷欧便用相机拍了一下，发现能拍下来，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说完，少女就扑了过来。雷欧挣扎着发现自己从床上醒来，床边是巨大的邪神像。房东先生告诉他，自己抽签抽中了区域划分，从现在开始，这里就变成了著名景点加高级酒店，所以他要让雷欧扫地出门，40秒内他要是搬不走，就直接被肃清。所以雷欧只能在总部定居。他们都觉得孩子太惨了，想多发点工资给他。就这小子刚正不阿，只接受基本薪资。被混混打出血的扎普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一屁股坐在雷欧的脑袋上，讲述自己刚才和混混大战的经历。他用自己的刀轻轻地在别人的大动脉上划了一下，也不知道对方还能不能活着。他还没有听说市面上有让人吃了不死的药，这不就赶巧了吗？史蒂芬正在看的文件就是关于能让知觉变得敏锐、增加体力跟恢复力、短暂改造人体的新马药——天使铠甲。这个药极其罕见，每克高达几万美金，要是泄露到外界就麻烦了。忽然出现的黄一脚踩在扎普的手上，等于是给雷欧报了仇，真是稳定的三角形。他带回一张 CD， 是一段监控录像，里面所拍摄到的是外界发生的残忍凶案。史蒂芬让黄去调查暴力集团，而扎普负责调查麻药。下完命令以后，扎普才发现雷欧都快被做断气了。之后不管他们怎么调查，关于天使铠甲的信息依然毫无所获。看来对方相当狡猾，他们只能选择深入敌营。劳斯联系到了队伍里常年不见身影的 KK， 她的实力比一般人类要强，但终究是一名女性，所以克劳斯希望她在关键时刻还是来依靠一下自己。他们现在要去的地方非常危险，来到了交错纵横的入口，两人偶遇了同样前来的科尔西科夫。他们与异世界的领头人阿鲁即将开始一场酣畅淋漓的妖魔战棋，要是平常人可是没机会见到这位大人物的。好在他是战棋狂热爱好者，今日的两位都是战棋高手，
克尔更是被称作棋圣的存在。在人类之中，克尔有着天才般的头脑，可以说在人类之中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战棋。他是做好了觉悟才来这里选择与对方博弈的。克劳斯在他进入异界之前提醒道，请不要以赢棋为目标，全力的进行对战。克尔必须要来参加这场博弈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他希望借此为自己的国家获得拥有核的力量。当然还有一点，他希望阿鲁杀掉外面的2人，不要泄露自己来到这里的消息。阿鲁告诉他，这2个愿望价值10个小时的游戏时间，只要他能撑到时间结束，或者是平手，就算他赢。要是他输了，自己就会收下他剩余的人生。此时外面2人还毫不知情。KK 让克劳斯不要担心，毕竟那家伙可是棋圣，况且他不是也从那个世界活着回来了4次吗？克劳斯告诉他，自己并不是赢了以后回来的，只是靠着打平局撑着一口气回来的。对者越是旗鼓相当，战棋就越复杂，随着时间推进，难度会逐渐上升。所以他刚才说的并非场面话，因为人类永远无法在妖魔战棋上战胜这家伙。果然，就算这棋圣也在领导结束只剩2分钟的时候输给了阿鲁，所以按照约定，他要收走科尔余下的人生。克劳斯眼疾手快，带着科尔躲开了致命一击。克劳斯提出要和他进行交易，阿鲁和他关系匪浅，同意了他的请求，但代价就是要与自己博弈99个小时。进入棋局以后，克劳斯又提出了自己的另一个愿望，他要知道天使铠甲的起源与途径的情报。阿鲁实在想不明白，为何自己的老友每次的要求都如此逼近世界情势的核心。不过只要他们下完这99个小时的棋，自己就会如实告诉他。异世界外的 KK 这时候才明白，这老头子的目标打从一开始就是克劳斯。可是简直不敢想，克劳斯主要跟这种研究棋盘1200年的妖怪不眠不休的对弈99个小时，那家伙到底是何许人也？ KK 告诉他，克劳斯是他们的最强领袖，有着野兽一般的生命力，凶猛的顽固分子。阿鲁愿意接受这场博弈，也是因为他对克劳斯这个人非常感兴趣。他所调查的情报全都是能左右世界命运的重要案件，甚至不惜豁出性命去保护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克劳斯的存在让他觉得人类真是不可理喻的生物。克劳斯从不后悔，因为他每次做出的选择是因为他必须走这一步棋。阿鲁告诉他，你要知道，你所保护的那个男人刚才还让自己杀了你们呢，你却在这用命保护他，不觉得愚蠢吗？克劳斯回答他，人类是很弱小的，因此有时会舍弃矜持，放任自行，可那又如何呢？纵使千难万险横亘在自己面前，他也不会扭曲自己的生存之道。说话间，99个小时的棋局已然熬过，克劳斯被放出了异世界。阿鲁将天使铠甲的信息告诉了 KK， 也释放了科尔。KK 联系总部，告诉他们之后就去突袭自己所说的地点，要是失败，自己就宰了他们。成员并不知道克劳斯获得这个线索到底有多呕心沥血。提到关于战棋的事儿，克劳斯也是闭口不谈，毕竟世界总是变幻莫测的嘛，就连身上发光的人都存在。雷欧震惊之余，一旁的少年告诉他，这个地方50%是异形，20%是身份不明之人，25%是人类，至少有一半的人类有隐情才会来到这里，而剩下的5%则是一般人看不到的非常不妙的存在。雷欧听得一愣一愣的，随后跟着组织里的众人来到了派对里，身旁坐着的是被称为武器库的帕多里克以及他的助手加尼。雷欧告诉他们，自己今天在地铁上看到了一个赤红的气息，如同羽翼一般展开的人，他觉得非常的漂亮。等他说完，才注意到音乐声早就停止了，众人都围了上来，派对现场瞬间变成了拷问现场。扎普告诉眼前这个无知的小男孩，他所见得的是被世人称作吸血鬼的存在。克劳斯觉得雷欧的存在能让他们获得的情报在质量上有所突破。接下来就轮到专家出场了，也不知道这位专家是何许人也。众人一听，叹了口气，非常无奈的样子，就连扎普听到了都是一脸便秘。回去的路上才肯提到这位被称作超级好运的专家艾布拉姆斯，他是世界屈指可数的吸血鬼对策专家，也是克劳斯师傅一般的存在。这个超级好运就必须得说到了，简直是堪称超高效级别的好运，打个喷嚏就能躲过坠毁的飞机，朝他横冲直撞驶来的卡车会被路过的异形给撞飞。总之他的幸运就是周围人的不幸，毕竟总有人得背负一切，对吧？艾老师一路将昏迷的雷欧给扛了回来，听说他有神之一眼后，赶紧替他做了紧急处理。
接着掏出了自己的箱子，打开过后，里面是一个仍然还在蠕动的断掌。他说这是血界眷属中特别优秀的13位长老之一的重要物件。之前艾老师的公司与其中一人正面冲突过，结果被他夺走了一艘战舰。为了获得这只手所持的活液碎片，47名精英命丧黄泉，死伤高达300多人，甚至尸体还被制作成了十字架用作挑衅。他们推测这或许是记录了13名长老真正名字的名片册，因为吸血鬼极端的讨厌成为能够被称呼的存在，所以隐藏了自己的姓名，可只有知道他们的名字才能够将其杀掉。雷欧睁眼以后发现眼前出现了几排火焰文字，但大火很快就烧了过来，他没能看清，紧接着眼前面出现了白色的烟火。雷欧的眼睛现在有轻度的失控，能看到平时看不到的距离。艾老师觉得这是抓住潜伏长老的机会，他们乘车来到了由古多拉西亚中央站最丹地的永恒虚空。以后艾老师让扎普录像，因为他们这次调查或许可以掌握人类史上最初的长老13全貌。艾老师告诉雷欧，一旦感到异常就立即闭眼，但请多坚持一下，只要确认他们的具体人数和是否的洞穴的地底就好了。雷欧睁着眼以后，在一片炸开的白光中看到了猩红的羽翼，下一秒眼睛就承受不住滴出了鲜血，那是只有13个呀，下面密密麻麻全都是吸血鬼，全都被染成了赤红色。基叔这时候联系克劳斯，告诉他们联邦搜查局提出了出动申请，正在车站交战中，敌手恐怕是长老级别的血界眷属，要是没有克劳斯的实力，恐怕压制不住对方。在克劳斯回来前， KK 和史蒂芬两人先一步进入了车站。这一天他们等了足足3年，再次联手以后，他们完美的释放了绝技绝对零度之剑。对面的吸血鬼也等候多时了，他很早之前就想要打败他们了。3年的时间让他实力大增，轻易的就打败了前来应战的两人，是他们小看了血族，侵蚀到细胞并给予伤害的血液的确是他们的天敌，但从那刻起就直接开始复活了，所以刚才的对决对他来说毫发无伤。史蒂芬告诉他，这就已经足够了，过上几百年几千年，人类总会有一天追上他们，杀死作为不死之身的他们。看到手机中黄发里的视频，克劳斯直接气得捏碎了手机，他要用雷欧的力量去捕捉到血族的身影以及弱点。复仇的业火熊熊燃烧，史蒂芬两人已经拖延了足够的时间，接下来就该他们登场了。停车呼啸着穿越了黑场的甬道，照亮了黑暗的地下。下一秒，吸血鬼杰里卡的人类眷属就被克劳斯一刀给劈开了，接着就轮到他了。杰里卡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会被克劳斯给知道，他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就被十字架给封印了。这一场暴乱就此停息，但雷欧知道黑暗中暗流涌动，毕竟在无底地狱中还有近1000个这种东西蛰伏在其中，窥伺着人们。不过大家也不必彷徨，也不必害怕，哪怕扭转的希望渺茫，秘密结实的大家身上依然燃烧着永不会熄灭的焰火。那天在电车上遇到的少年，雷欧知道他肯定也能看到那些东西。少年没有做自我介绍，他觉得雷欧肯定知道自己是谁的。他来到病房以后，发现小白并没有在里面，便来到了墓地寻找小白。雷欧有些时候搞不明白女孩子都在想什么，不知道怎么的，小白就生自己的气了。果然女人心海底针，扎普觉得呀，他就是肚子饿了才会烦恼这些无聊的事，赶紧在集合前5秒去大吃一顿。雷欧寻思5秒能干啥，赶紧去集合吧。说罢便直接支配了他的眼睛。两人就这样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直到身边驶来了一辆巨型卡车，要是被卷进去，怕是直接就升天了。两人刚这么想完，巨型卡车忽然变身，追着他们俩人赶，想把他们给吃掉。克劳斯他们来到拘留所，找到了成员之一的多古，告诉他害得他身体变成这样的偏执王亚里基拉来了。解开他身上拘束衣的一瞬间，他的血液就钻出来，幻化成了人形，这是附身于他血液中的戴尔多洛。想必亚里基拉回来就是为了夺走作为自己作品的他们。与此同时，另一头在被追赶的雷欧已经被甩到了卡车上当挂着的鲤鱼旗了。亚里基拉将他给拉了上来，像是招待朋友似的将他请到了卡车内。当然待客之道有待商榷，毕竟谁也不想被捆在电风扇上。亚里基拉分享了自己的恋爱故事，告诉他多古就是自己的理想型，所以他把凶恶的男友戴尔多洛结合到了他的身上。具体是怎么结合的呢？就是将其中一个榨成汁，再把另一个的血抽掉，把汁注进去，相当的凶残。他绑架雷欧纯粹是为了好玩，毕竟自己有实力能找到自己的完美对象。多古想了想自己变成这样所遇的事儿，选择直接跟这个女人硬刚。他和戴尔多洛磨合之下，能够利用血液形成一层血质装甲，
一拳打在卡车上，很好，直接画到流星飞走了。不过卡车也因此停了下来。众人找到了滚落在地的多古，看到他和以前一样元气就放心了。可怜的雷欧此时被偏执王拉着一起聊恋爱话题，雷欧为了让他息怒，只能告诉他自己最近有个比较在意的女孩子，不过因为对方生自己的气，所以闹掰了。偏执王让他去跟小白告白，雷欧只能哭着告诉他臣妾做不到啊。偏执王表示你根本就不明白，恋爱就是要靠推，最后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人才能赢。雷欧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个疯婆子，可他完全想不到办法溜走，待在这儿只会被拷问。史蒂芬这时候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现在他们所乘坐的怪物卡车马上就会被破坏掉，正面直冲基本没有胜算，所以得靠大家的力量。他让雷欧去支配怪物卡车的视野，诱导其前往旧亚贝纽公园，说干就干。雷欧立刻调转车头，朝着目标方向前进。与此同时，组织的其他人也在尽力的一步步削减他的冲势。最后，卡车顺着克劳斯的坡道直接飞到了公园内。本来已经做好准备的古多忽然又钻了出来，让他把血液全都集中在拳头上，否则会输的。戴尔多罗觉得他疯了，要是这么做的话，他可能会被剥离出去，这样他们两个人都会死。多古表示时间不等人，没有时间了。戴尔多罗只能照做，于是就这样几拳就将压力激烈的甲车给打飞了，翱翔在空中的甲车化作铁屑分解在了空中。这一场闹剧死伤人数不详，但爆破能力绝对堪称一绝，黄救下了从空中坠落的雷欧。在另一头看戏的菲姆托告诉眼前的小黑，既然已经用了这具身体，肯定很方便行动吧，难得你有决心，他们会考虑他的计划的。雷欧2次进医院，这次比较好，只缝了5针。他趴在椅子上暗戳戳的看着不远处的小白，一切都被索尼克看在了眼里。今天雷欧不找小白说清楚，他也就不走了。于是气急败坏的雷欧只能回到医院，要求小白和自己一起去看电影。两人来到了汽车影院，两个人都坐在台阶上，安静的看着电影里演着关于双胞胎的剧情。所有人都在笑的时候，小白却看得热泪盈眶。雷欧告诉小白，自己家也是妹妹比较出色，作为哥哥的自己却老是给他添麻烦。小白让他别这么想，他是个好人。说完就默默地挪过去，一把搂住了他。两个同病相怜的人靠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被偏执王破坏的大楼全都被修缮完毕了。雷欧美滋滋地抱着自己的午餐往回走时，偶遇了一个横穿马路被撞飞的异形。他赶紧跑去问他有没有事，没想到这臭小子竟然觊觎他的汉堡。他的身体异常柔软，就算再怎么被蹂躏也不会有事。现在他就馋着一口汉堡，他倒是没事了。刚才撞上来的司机老黑气鼓鼓地走了过来，雷欧让他们互相体谅一下，毕竟这小子被撞得也挺惨的。是老黑高抬贵手，扔给了他一个吃剩一半的汉堡。看来两人都没有意见，雷欧便回到了据点。吃着吃着，他们就聊到了关于这个世界与人类共存的关系。在外人看来，这里是怪物的聚集地，当然不论在异世界还是人界都有善良的人，不过这一仅限于个人之间，大家永远不可能相互理解的。听完小白的话，雷欧心情异常沉重。回车的路上又偶遇了上次的贪吃鬼纳吉，看他在这里晃悠，雷欧还以为他住这儿呢。纳吉来这里是为了等待上次的老黑。老黑叫做罗杰，他的同伴叫做马丁。因为纳吉就是个人傻钱多的贪吃鬼，就算罗杰家汉堡价格卖了4倍，他依然吃得乐此不疲，所以他们就从纳吉身上薅羊毛。他看雷欧义愤填膺地告诉他自己当然知道，但是愿意为了自己去42号街换美元买汉堡的人可不多。虽然近在眼前，但是对于他来说那边还是很遥远。雷欧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他被骗呢？自告奋勇地表示以后他来帮他买杰克乳酪巨无霸汉堡，他不用给自己小费。说完，两个人就这样交换了对方的姓名。这之后，两个人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每次买汉堡的时候，刘都顺手给他烧4个，还会将带有杰克白中表情的汉堡纸送给他。看他那么激动，像个小学生一样。刘感叹这样下去母亲可能会生气。一说到母亲，纳吉就有点伤心，他完全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母亲大概也没有关于自己的记忆了。这个话题多少有点沉重了。晚上回家，纳吉又一次被罗杰他们给撞了。这次不凑巧，罗杰不久前才被老板拿枪威胁了，他一股脑的将其全都撒在了纳吉身上。他一拳一拳打得纳吉脸都憋得通红，释放了自己的包子。除了戴上面具的马丁，周围的人全都晕了过去。他意识到不妙，赶紧带着罗杰逃离了现场。之后不管马丁怎么询问醒来的罗杰，他都不记得关于之前一段时间的记忆了。很快42号街发生集体晕倒加集体失忆的事就传到了秘密结社这边，所有当事人的记忆都被追溯到了13个小时前，忘记了发生的一切。听到这则消息的雷欧吓得汉堡都掉到地上去。今天的纳吉没有像往常一样赴约，雷欧猜到这起事故估计是因为纳吉，便四处寻找对方，最终在纳吉居住的街道里找到了他。他生怕纳吉忘记了关于自己的
事。纳吉笑着说：“那怎么可能呢？”接着下一秒就向纳吉介绍汉堡纸上的杰克。可恶，他果然也失去了这13个小时的记忆。雷欧还来不及多问，就被人一闷棍敲晕了。等到他再次睁眼时，才发现罗杰和马丁将纳吉给绑架了，并且一直在殴打他。马丁想让纳吉强制释放包子，只要有了这个，就能偷走所有人的钱包了。雷欧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朋友被打呢？立刻让他们停手，让他好好想想关于自己母亲的事。这说明记忆还是有恢复的可能的。因为他的话，纳吉冷静了下来，但紧随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棒打。纳吉告诉雷欧自己会好好忍耐住的，因为不想忘记他，想和他一起吃汉堡。忍无可忍的雷欧睁开了自己的双眼，两人瞬间痛苦不已。马丁立刻调准目标，开始殴打雷欧。见到这一幕的纳吉无法忍受悲伤，释放了大量的包子。等雷欧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出现在了医院里。听大家说了才知道，自己被卷入到了数千人集体记忆丧失事件中。大家听说了很多事，但关于这2周的记忆，他一点也想不起来，只记得自己很久没有吃过杰克巨无霸汉堡套餐了。拿上餐离开以后，他才有些奇怪，自己怎么点了2人份。汉堡肉的味道让他感觉到自己像是忘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眼泪止不住的流。这个时候，纳吉又从远处跑过来，再次被车撞飞。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不过这一次因为有2人份的汉堡，所以他将自己那一份给了纳吉。有些时候缘分是斩不断的。就这样，他们再次成为了好友。雷欧照常来医院看小白时，忽然发现他的病床上坐着一名金发少年，正是之前在地铁遇见那位。通过小白的介绍，这才知道这是他的哥哥小黑，但对方却说这是自己和他的第一次碰面。一人一起相约去了餐厅，聊起了关于小白的事儿。他询问小黑，小白到底得了什么病能住院3年。小黑告诉他，妹妹得的是心脏方面的病，不过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两人一聊到妹妹的话题就停不下来，两个废物哥哥都是被妹妹保护的人，就激动了起来。两人聊得正开心时，一个小孩跑过去，喂完手上的咖啡直接飞了出去，但并没有淋到雷欧身上，而是被静止在了空中。他们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小黑只能向他坦白这是自己的超能力。这2天回到据点的时候，雷欧总觉得怪清静的，平时扎普不都会在这闹腾吗？今天进来很安静，反倒让人觉得有点扫兴。说曹操到，他接到了扎普打来的电话，原来他不在，是被绑架了，热兵器和冷兵器都对准了他的脑袋，他哭得涕泪横流，大喊克劳斯救我。于是雷欧骑着小电驴带他来到了黑手党的基地，一来才发现被骗了，怎么是地下竞技场呢？这小子欠了权豪欧兹马尔德一笔钱，所以将克劳斯作为噱头叫过来，以此提高收入，让他还债。在人们的起哄下，克劳斯被赶到了台上，人们还是第一次看到秘密结社莱布拉的成员，全都兴奋极了。不过不管怎么看，克劳斯都只是个普通人，和他对决的是格雷格尔。大家都开始下注，雷欧默默地投了 BOSS 一票，结果上场不到1秒他就下场了。下一个上场的杰克是个异形，一来就直接拉踩人类。扎普告诉全豪赶紧把医疗队叫来吧，不然杰克那家伙可就记了。圈内人倒是会手下留情不打死，可问题是克劳斯是个超级门外汉，人类能够连赢2场，令在场的所有观众都沸腾了起来。雷欧头流下场，遇到了守门的格雷，他有些不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们都爱看别人流血呢？毕竟在这种城市生活，每天都会发生危险的事，干嘛还要大费周章来到这里？格雷告诉他，在这个热兵器横行的世界里，人们不知为何总有一种远古不变的渴望，贪恋于那种空手的1对1对决。大家想看的并不是流血，而是跨越种族，紧受着2条规则束缚的大笨蛋们在台上挥洒汗水战斗的模样。这就是男人的浪漫。没想到本是被骗过来的克劳斯，此时竟然也乐在其中了。连战连胜的他打倒了现任冠军，成为了新一任的王者，大家也看得酣畅淋漓。就算输的分币没有，依然庆幸自己来到了这里。最终登台的是全豪，他也想和这位人类强者来上一场对决。老板登场就意味着这是赌上了斗技场所有权的战斗。两人在台上打得不分伯仲，但却好似乎忘记了克劳斯就不是个正常人，所以没能做好准备的他结实的吃了克劳斯一记左拳，打得他脑袋开花。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异形，而是高位血族眷属，是使用尸体伪装而成的。他强调人不是自己杀的，接着使用血族的绝对力量将克劳斯丢了出去。好在他享受这场战斗，并没有杀死克劳斯。扎普这家伙明明害得克劳斯浑身是伤，这时候还想着偷袭，后果可想而知。雷欧直接目不忍视，马上就到万圣节了。雷欧在路上偶遇了小黑，便宰了他一程。临别前，小黑告诉他，妹妹虽然总说一些奇怪的话，但她是个好孩子，所以拜托雷欧好好的照顾她。转身他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和菲姆托碰了面。他告诉多罗王，自己的大崩塌马上就要结束了，看来会是一场恶战。看扎普的一天，我们不难发现，他每天除了吃就是赌。钱输完了，坐到马路牙子边，被抢劫以后，他又能打赢抢劫犯，再拿一笔钱去电玩城玩小钢珠。
刚才的钱输了以后，又会去酒吧喝酒，日复一日的日常。某一天，因为安吉丽卡的出现而被打破了。这一小子坠入爱河了，爱情使人盲目。这一小子3天2头就往快餐店跑，吃出了一身的肥膘。黄在这时候天神降临，踩在他肚子上。他说自己的朋友在快餐店上班，被色狼给缠上了。那色狼每天还要联系方式，让人觉得又烦又恶心。扎普膝盖一疼，两人又开始了日常互怼。直到史蒂芬接到了一通电话，告诉他们总部发来消息，确认了血脉门在印度打开血界眷属，在交战中开始移动，已经朝着这边袭来了。这个吸血鬼直接在印度搞得一团糟以后，又来到了纽约这边，按照排名来说应该相当高，此逐步放弃了，想必他改由克劳斯对其进行封印。KK 通知他们目标人物出现在了空中阁楼，另一个追逐吸血鬼的人不知道是谁，总之非常厉害。紧接着就和史蒂芬两人一起救下了一名小女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冰与火二人组又要一起行动了。他们来到目标人物身边，利用镜子无法照射的吸血鬼这一原理，找到了血族。不愧是高阶血族，竟然能做到在空中断肢再生。但他没能完成再生，就被钢铁的高手一把火给烧了。为了防止血族再生，他用使用了风属性，热火烧得更旺。史蒂芬见状感到非常震惊，能使用双属性的人都是王牌中的王牌。被火焚烧的地方直接出现了一个大坑，血族也被烧成了一颗真胎弹。身后传来了扎布的声音，他被那位大人物揪着脑袋当做了传话机。这颗蛋就是血族最终自闭形态，这位大人物就是占卜的师傅血斗神，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存在，一失踪就是以10年为单位。这期间发现的高阶血族被消灭后的痕迹，据传都是这位大师所为。血斗神对自己的窝囊废徒弟进行了一番教育，用词严厉到扎布涕泪横流，连雷欧都觉得他有一点可怜了。为了让这个窝囊废重振雄风，师傅决定带他去修行。史蒂夫只能无奈地表示，这家伙的确是个窝囊废人渣，但对于他们组织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血斗神提出了交换条件，让他找出解决真胎攻性的方法，自己就不带走他。此时那家伙正在胎内进行急速再生，对外界的刺激会进行超反射攻击，别说攻击了，连搬运他都做不到。弹壳上有6个类似眼球的器官，只要同时射穿就能破坏掉弹。不过说的轻巧，但凡有1秒的延迟，好点的情况就是射手被切，最坏就是尸骨无存了。为此他甚至专门创建了血结界。扎普刚准备动手，对方就发起了攻击，吓得他冷汗直冒。但害怕更多还是因为自己那个师傅，他实在是不想再经历如同噩梦一般的修行了。在外观看的黄收到了安吉丽卡的电话，他赶紧大声说，安吉丽卡现在浑身发热，就想被那个银发褐肤的家伙狠狠玩弄。黄有些惋惜地表示，这家伙有点忙，接下来要么就住院，要么就死翘翘，最好放弃。放弃什么？老色批怎么可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本来已经意识形态崩溃的扎普瞬间解决了这颗蛋，重振雄风。血斗神算是认可了自己这个好徒弟，现在的伤都快赶上自己熟睡时候的伤害了。扎普翻上去以后，拿过了黄的电话，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真是太可怜了。今天的城市里远比平常更加热闹。小黑让小白好好的在房间里面休息，他问妹妹在哪里遇到雷欧这个大好人的，微微告诉他是在医院里。小黑却陷入了沉默。第一次碰面，他记得雷欧说过自己在地铁上遇到过他，但他那一次明明是第一次和雷欧碰面，所以他觉得雷欧并不是记错了，可能真的是在某些自己所不知道的时刻遇见了自己。小白拦住了他，让他不要再说了，肯定只是雷欧认错人了而已。小黑索性也不再说了，让妹妹以后不要再去那个院子里，也不要再开玩笑说自己是幽灵了，他要好好的养病，毕竟他们2人合2为1。离开病院以后，他来到了一处石碑前，小黑告诉绝望王不要对自己的妹妹出手，绝望王却说那都是他妹妹自己的选择。说话的这边，雷欧眼睛瞪得像个铜铃一样，也看不出这颗蛋还有什么弱点，该去如何封印，毕竟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吸血鬼的名字。血斗神告诉他们，这个吸血鬼的心脏并不在这里，本体还在行动，他们刚才一番鏖战的仅仅只是对方切下来的一部分罢了。扎普的师弟已经带着他的本体过来了，都是师弟，但他却是斗流学法封神的正统继承人，继承了火神的扎普，要不是因为心胸狭隘，也不用搞分支了。那名血族打算回到永恒虚空的中心，和回收的下半身进行合体。秘密结社很快就开始行动，多国率先出击，将其扔到目标大楼。雷欧则是在大楼上持续观察那名血族的名字，这才只看到一半，老板就拽他的领子从高空直接往下坠，带他去了现场。除了血族之外，雷欧还在飞机上看到了另一团蓝色的东西，将刚写完名字的纸条递给了克劳斯。多古便带着他离开了。接下来楼上将会是一场血战。这时候忽然有一束光从大楼的最底端往上升，穿破了云霄。扎博本来还在担心
刚才发生的爆炸会不会让飞机里面的师弟受伤。结果对方一钻出来，他就直接笑得喷了人一脸。他也是第一次看到半鱼人，这光滑的质感跟日式甜点的水晶糕似的。杰克觉得这师兄真的太没礼貌了，一茬子就插了过去。不过时间不等人，没机会让他们调教了。那家伙的下半截身子已经来了，杰克直接扔出了自己的3叉戟，扎布紧随其后，两人使出了组合技，给克劳斯争取机会，让他顺利封印了血族。血斗神对于他们这次没约定好时间就同时行动的行为进行了赞许。秘密结束的众人留了个大宝贝，没错，杰特就这样被师傅扔给了他们。在红光出现的一瞬间，本来还在看新闻的小白人突然痛苦不已，晕倒在地。等他再醒来时，小黑已经出现在了病房里，但小白一眼就看出来，这家伙并不是自己的兄弟，而是绝望王。他又给小白下了新的命令，让他用这副眼镜取下他朋友的眼珠给自己，这样自己就会把他的哥哥还给他。这是一笔无法取消的交易，不决出谁胜谁负就无法脱身。等到绝望王离开以后，小白看着照片陷入了回忆中。虽然他和哥哥两人是截然不同的，但在父母看来他们很相像。父亲告诉小白，如果某天你的哥哥误入歧途了，那你就去帮帮他吧，你们二人合二为一，这就是能让他们一直幸福的咒语。而此时的雷欧正端坐在座位前，想要提笔给妹妹写信，又不知道写些什么。克劳斯给了他一个甜甜圈，告诉他自己邀请雷欧来到秘密结社，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双眼，更是需要他本身这个存在。没想到杰特加入组织以后，和大家相处的还挺不错的。虽然扎普这个傲娇总是嫌弃人家有鱼腥味，但三人总是相约一起美美的搓一顿。他们停在了寿司店门口，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妙。结果人杰特完全不介意，毕竟海中的鱼类也是互相蚕食的。说扎普无能为力，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他又选了一家异形进口美食店，这次换雷欧接受不了了。接着是第3家店，这不是吃东西，是被东西吃吧。在雷欧接二连三的被这个世界的美食吓得发出尖锐的爆鸣声，饿到出现食神惩罚自己的幻觉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去薇薇安的餐厅吃汉堡。结果汉堡刚端上来，餐厅就又被某个不知名东西给砸坏了，小命差点交代在这儿。众人仔细一看，才发现不是 boss， 你怎么在这儿？这就得从几个小时前说起了。克劳斯和史蒂芬一起调查了一件关于家族黑道的案件，有一批2手动力装甲被生产出来，但关于落脚的情报却无人所知。据传北瓦罗运输的史密斯拿走的几率非常高，如果这个推断无误，那么黑道最近就会在城镇里举办盛大的宴会。因为警局人手不够，所以丹尼尔警部希望莱布拉能够协助他们。按理来说，像他们这样的秘密行动组织跟警方应该是势不两立的，可以说时刻还会担心会不会被警方给逮捕。克劳斯是一个很热血的人，丹尼尔随便说了2句，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帮忙了。随后他们就叫上了艾老师，一起去和术士协会的人碰面。来接见他们的是长老以及徒弟安杰丽卡。史蒂芬接到了丹尼尔打来的电话，机器要行动了。于是在爆炸之后，雷欧再次与美师失之交臂。艾老师跟着长老一起到了地下抽烟，长老告诉他们，3年前他们所设下的结界中有一样东西下落不明，负责的术士夫妇死亡，所以他们没能完全掌握当时的情况。但有人从那里活着逃了回来，就是死去的术士夫妇的孩子们，一个人仍在协会中，另一个住了院。这2个孩子正是小白和小黑。附身在小黑身上的绝望王非常的残暴，以摧毁别人的灵魂为乐。小白遇到了来医院里餐厅吃饭的雷欧和杰特，发现少了一个人，别问就是扎普的小子金枪鱼过敏住进了医院，这才让他们有机会在医院的餐厅里进食。吃完饭后，杰特就去了扎特的病房，雷欧则是和小白待在一起。他们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墓地，这里还有一个废弃的教堂。小白告诉雷欧，自己现在真的很想为他祈祷。这时绝望王来到了门口，嘲讽道，你根本不是为了他祈祷，是在为了自己祈祷吧？想让自己被拯救，哎，还真是傲慢呐。小白一直认为自己是家族中的污点，他们家的人生来就拥有超能力，用以造福社会与人类，人称术士之家的家族。他的父母都是术士，所以在这样的术士家族中生下来的自己却没能有一点能力的人，只能说是运气背到家了。所以小白给自己判了罪，不过老爸老妈却声张自己是无罪的，认为他的诞生就是自己的宝藏。和他相反的是自己的老哥小黑，他是那种冰淇淋掉在地上都能哭到天崩地裂的存在。从小他就被别人当作软柿子捏，但他的术士能力可以说是2倍的存在，因此大人对他寄予厚望。但他拥有这个能力却不使用，反倒羡慕妹妹不
会感到害怕。不过父亲觉得他是个很坚强的孩子，要决定是不是用超能力也是需要勇气。他告诉小白，不用非得成为术士，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小白觉得平常只是普通的父母，但在世界面临危机之际挺身而出的身姿又是如此令人骄傲，所以他很羡慕父母能够将性命压在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所化的武器上。他觉得活着就总该达成点什么，于是便举着相机拍下世间万物。他逐渐爱上了这样的感觉，但一大堆照片中却没有一张他自己的。但他并不喜欢拍照，只是想即便自己死于下个瞬间，这些定格下来的一切也会确凿无误的被保留下来。但他所做的一切都被小黑看在眼里，所以小黑便用相机记录下了妹妹睡着的模样。因为妹妹时常抱着相机，所以就被那群坏孩子给盯上了。他们借走了妹妹的相机，一看就不打算归还，于是小黑便追上去让他们还给自己。果不其然，他们将相机扔进了河里。小黑毫不犹豫地从桥上跳了下去，抓住了相机，但同时自己也掉进了河里。等他醒来时，就已经出现在了病房里。妹妹一直在旁守着自己，他告诉妹妹自己想捡相机，可惜失败了。他觉得自己弄丢了妹妹喜欢的东西，却一点也没在意自己差点失去性命这件事，就让小白觉得非常的恼火。拍照只是一时的慰藉，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哥哥，他希望他能用超能力好好的保护自己。两人就这样敞开心扉，大哭一阵。晚上回家以后，小黑告诉小白，小的时候自己不小心弄坏了他做的泥团子，那时候的他一脸高兴，大概是想让自己夸他，但是因为自己没捏好，所以他就用能力破坏了那个团子。他当时以为这样做小白绝对会哭的，结果妹妹一脸摸不着头脑的表情，又开始重新做起了团子。他从那时起就感到了羞愧，感觉早已被妹妹甩在了身后，并害怕使用力量。从那时起，他就决定直到自己变得足够强之前都不再使用超能力。所以他希望妹妹不要说拍照只是一时的慰藉了。他将自己拍的照片拿给她看，自己完全没有妹妹拍的那么好。小白看到照片以后，却感动的哭了起来，扑到了哥哥的怀里。他很感谢哥哥能让自己直面内心，但谁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们会遭遇这样的劫难。父母死在了那场大爆炸之中，小白只能拿上母亲的枪跑去找小黑。绝望王出现时，小黑勇敢地站了出来，为了保护妹妹献出了自己的身体。所以为了夺回自己亲爱的哥哥，要取走雷欧的双眼。恰恰那副眼镜戴在雷欧的脸上以后，绝望王便将雷欧给带走了。就在万圣节那天，百鬼游行的时候，只有小白像是幽灵一般行走其中，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翻看着雷欧相机里的照片。这时许久不见的索尼克竟然跑了过来。随着绝望王的仪式推进，在魔法阵被破坏的一瞬间，小白再一次感受到了无尽的痛苦。他后悔了，他希望索尼克能将雷欧给带回来。绝望王告诉雷欧，小白这家伙不是人，他的父母为了让奄奄一息的他活下去，在他的心脏上施加了封印，而这个结界也是整个城市的结界中心。现在结界已经被破坏，所以小白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他将枪口对准了小白的左心房，扣动了扳机。下一秒，整个城市都迎来了崩塌。菲姆托一棍子抽在雷欧的脑门上，让他从梦中惊醒。好在雷欧并没有祭天。此时地面之上密密结实的大家都在寻找着雷欧的身影，外面的世界已然被大雾包裹。术士协会的人已经开始修补结界，但还有最后一处找不到，他们已经正式请求了搜查协助。整个世界和3年前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3年前出现了整个城市悬浮在永恒虚空上方的惨状，但现在的重力还没有变化，这说明结界还没有被完全损毁。术士协会的人推测，结界应该在小白的体内，在与结界同化之后一同存活了3年。这也是术士协会第一次遇到拥有意识的结界，因此他们推断绝望王如果要利用雷欧的一眼来寻找最后一处结界的话，就肯定不会将他杀死。总之，他们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先找到雷欧。此时的雷欧正在被菲姆托折磨，他让雷欧和自己玩一场猜硬币的游戏，只要他猜中了，自己就告诉他发生了什么，就算输了也没事，他不会取雷欧性命的。但你要知道，能加入莱布拉里的所有人都有着永不言弃的精神，所以雷欧没有选择和他玩游戏，拒绝了他，靠着仅存的势力一步步从台阶深处往上爬。与此同时，成员们已经查到了绝望王拍摄视频的地点，就在中央医院废弃墓地的内部。绝望王睁眼的时候，菲姆托已经出现在
在了他的身边。他告诉菲姆托，3年前这里也发生了崩塌，那是一场非常壮观的将形成自我的价值观概念及一切感情颠覆摧毁的壮观场景，那曾让人们坚信前方必有希望。菲姆托递给了他一支玫瑰。自古罗马以来，一直身为旁观者的他，在大崩塌即将停步驻留，他觉得如果他要做的话，不如就尽享其中好了，毕竟他还缺少一些无谓之言呢。听完他的话，绝望王一口咬碎了玫瑰花瓣，同时雷欧的禁锢也得到了解脱，他重新获得了视觉。绝望王觉得菲姆托这个话属实可笑，毕竟他们正是荒诞其本身。他站在楼顶的最高空，整座城市都开始崩坏，许许多多的食尸鬼钻了出来袭击路人，秘密结社的众人为了保护人们，在街上展开了厮杀，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在了克劳斯身上。从地底钻出来的雷欧看到了位于城市中心高耸入云的奇怪建筑。雷欧本来还在因为好友的背叛而感到崩溃时，索尼克带着相机回来了。他听到了小白留给他的话，他不希望雷欧死，希望索尼克能够去救雷欧。雷欧就像重新充满了电一样，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果然还是得去一趟塔顶之上。雷欧在往前跑的时候，众人忽然高呼他的名字，把他给吓了一老跳。最主要的还是艾老师的幸运体质，连带着一堆流星砸了过来。艾老师告诉他，你的女友是结界，靠着她的情况才能撑住，但不知还能撑多久，一定要在崩溃前找到她。雷欧告诉他没关系的，自己能做到。听到雷欧要去塔顶的最上面，多果决定帮他一把，直接把他像流星一样扔了出去。雷欧欲哭无泪，好在半路上黄抱住了他，眼看冲劲太大，两人就要撞上去的时候，杰特又将他拉回来了。他要去的地方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仅凭他的力量简直就是胡来。雷欧告诉他们，可自己所知道的这座城市就是游乐园一般的存在，能遇见大家实在是太好了。正是因为有他们陪伴自己这几个月，才让普通的他有勇气踏出这一步。大人们叹了口气，告诉眼前的小屁孩并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他们作为朋友的判断，他就是一个有着无数闪光点的勇敢的普通人。正因如此，他才会不顾危险奔向朋友所在的地方。和他道别的两人都祝他好运。先他一步到塔顶的是克劳斯，绝望王并不欢迎他，当然克劳斯也不是来找他的，他是来找小黑威廉的。石块砸向克劳斯，克劳斯反倒被砸伤了额头，鲜血全都滴在了他的脸上。绝望王一直认为人类的愚蠢太过无垢且专一，因此他在不论时光几番变迁，依旧囚禁于他们的掌心之中。克劳斯告诉他自己不会放弃自己，游戏走在棋盘上演，如果他无法实现，那就只能请他安永长眠了。绝望王一把把他推开，没想到对方居然拿自己寻开心。他不懂克劳斯为何要背叛雷欧的事。克劳斯告诉他自己也有必须遵守的法规跟精神，这还想获得光明，他就无法杀死雷欧。他寻求希望，所以才渴望着雷欧，不是吗？绝望王冲上前，一把握住了克劳斯的武器，告诉他好好的把我从手心中解放出来吧，英雄。这时雷欧的眼睛忽然破碎，食尸鬼也围了过来，好在扎普救了他。雷欧不知道该咋办了，这一下眼睛碎了，会不会被艾老师骂呀？扎普让他少在那逼逼叨叨了，独二代懂不懂啊？眼睛只是道具而已，只要他没被击垮，就肯定有办法的，可别停下来，小鬼。正是因为有毅力，所以才能成为莱布拉的一员，不是吗？吉叔开车赶到了现场，带着雷欧前往了克劳斯身边，两人在天上可谓是龙虎斗。等到坠地以后，绝望王告诉克劳斯，不是自己夺走了他，而是他接受的我，他那时的表情和你是一样的，所以放心吧，就算你在这里死去，依然会有下一个你信步前来。话虽如此，可雷欧才不想看到那样的画面呢。即便他所言是正确的，也不能轻易将他人的离去说成是无足轻重。绝望王便质问他，所以你如何打算呢？用你那双眼睛把我给杀了？雷欧也不知道啊，这么做或许的确最好，但他还不明白那是否是正确的，所以他会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一直思考下去的。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复比他现在更准确的答案。在朝阳的曙光下，雷欧看清了绝望王身边哭泣的小黑，他想要活下去。雷欧朝着天空中大喊，另一个他还没有放弃呢，所以他怎么可以放弃？雷欧的话让小白睁开了双眼，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初保护着自己的哥哥。雷欧找到了躺在草坪上晕倒的他，不等小白开口，雷欧便说自己知道了他的秘密，所以没关系的。小黑想要活着，唯有他现在可以救下他的哥哥。他握住小白的手，告诉他，只要他还想着朝光芒迈进一步，那么人类的灵魂就没有宣告失败。如果他因为惧怕太过强烈的光芒而止步不前的话，自己也会无数次牵着他的手带
他前去的，所以现在他们要一起去拯救世界。说完，他就带着小白往前走，顺道给了绝望王一个头锤，让自己和他共享视野。看到妹妹朝自己走来以后，小黑便努力地争夺着自己身体的所有权。等他再次睁眼时，小黑看到了守在身旁的妹妹。小黑告诉妹妹，自己不论这个世界变得怎样的无所谓，毕竟以前就是扭曲的，用结界包裹起来也不过是掩人耳目，肯定会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所以他想，与其这样，干脆就破坏掉好了。小白打断了他的话，自己的哥哥才不会那样想呢，自己的哥哥才不会那样呢，自己的哥哥勇敢又温柔，所以他说的根本就不是真心话。小黑不想失去自己的妹妹，但现在的他已经无法拯救妹妹了，他感到非常害怕。妹妹不在的世界就如同荒芜一般。小白就笑着说，你在开什么玩笑？我一个人消失，怎么会连带着世界也跟着消失呢？真是个笨蛋。他抱着小黑告诉他，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不可以轻易的否定他会继续存在着的世界，这样他们就能一直在一起。说完这句话以后，小白的身上迸发出了淡金色的光芒，结界的最后一处也显露了出来。他已经没有修复和固定妹妹的力量了，所以借助残留在他身体里的力量重新建立起了结界。他也不知道能否成功，但妹妹知道他肯定没问题的，因为父母也在他们的身边。这3年让他一直留在这里的理由就是父母的爱。金色的结界布满了整座城邦，就像是新生的树一样。这一次，小白是真的要说再见了。他将自己的希望与未来都寄托在了哥哥的身上。看到成功修复的结界，术士协会的众人全都欢呼了起来。他们终于成功了。带着希望的蝴蝶扑闪着翅膀，掠过了雷欧的身边。他知道那是和自己告别的小白。克劳斯夸赞雷欧干得漂亮，这次是他一个人拯救了人类，所以他希望雷欧能够挺起胸膛，毕竟自己以他为傲。雷欧本来还想笑着说2句，结果还是没忍住眼泪哭了起来。不远处的小黑看着雷欧的身影，告诉自己的妹妹，看到了吗？我们的骑士哪怕浑身是伤，却依旧无比的帅气。远处的索尼研究了半天，终于搞懂了这相机怎么做，拍下了雷欧哭得涕泗横流的模样。这下雷欧终于下定决心给自己的妹妹提笔写信了。他告诉妹妹自己很好，今天也在没有她的城市里，依靠着她的光芒努力的活着下去。也许不久的未来才能够见到她，但如果那天到来的话，他一定会亲口的告诉妹妹关于自己所见到的事情，以及他给予自己希望的人们的故事。